他就是老要跟我分手，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了。哦，大家慢慢听啊，他们这段特别曲折。我们先从认识开始说起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和他是从初中开始认识的，同班同桌啊。因为那个时候我每天上学不是骑车去上学啊，冬天嘛手上会有冻疮。他呢又做我同桌，也是那个时候跟我像铁哥们一样，他性格大大咧咧的啊。然后每天上晚自习的时候会给我暖手，给我揉冻疮嘛。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碰到女孩子的手吧，就心里面会有悸动嘛，对她有点感觉啊。但是他考上了高中，他也在上学，我也来了上海上班了啊。但是我还是忘不了他吧，还是一直追着他，但是他一直没同意。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上高中嘛，一心就只想着学习啊，我就没同意跟他在一起。然后之后我高中毕业考上大专之后，我感觉能跟他在一起了，我才同意跟他在一起。哦，大专学的什么专业？药剂。啊。到了大专之后，在哪儿读书呢？安徽还是上海？安徽。你在安徽读书，你在上海工作是吧？对。那你们俩算异地恋对吗？对。怎么样啊？这段时期？那个时候我想的嘛，跟他在一起就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吧。我想我那么喜欢他，可是没想到在一起了呢，每天都是因为一件小事吵。那我那时候跟你吵，还不是因为你老是怀疑我吗？老是怀疑我嫌弃他学历低，然后就是会把他甩了，跟他分手啊。那我还不是因为在乎你喜欢你我才那样的吗？那你那时候在乎，你那时候是管着我好吗？他那时候还把我 QQ 密码要去了，然后就是我跟谁聊天聊的什么，他每天晚上都要查一下。那你自己不一样，把我的 QQ 密码也是拿着，然后天天看我的 QQ。那要不是因为你把我的要求，我会要你的吗？这事儿就过去吧，就互相虐着，但是还没分手，是不是？没有。他就毕业了，对吧？毕业之后呢，我想到可能就是因为异地恋一直在吵嘛，我想他来上海跟我在一起上班，就是会减少点矛盾嘛。可是他来了之后呢，每天还是一样在吵。他那时候明明就是骗我来上海的，好吧？那时候我就是快毕业了，家里就是在医院给我找个挺好的工作，那个收入也挺好的。他那时候就非让我来上海跟他一起上班，我就不愿意来，他就威胁我说，如果我不来就跟我分手。那我还不是为了咱俩能在一起才那样的吗？我骗了我父母，我就跟你过来了。过来之后呢，你说你给我找个挺好的工作，我来3个多月了，你一份工作都没给我找到。那你没找到，我又不是没养着你，有让你吃苦，有让你受委屈，有让你干什么吗？你还没让我干什么？我那时候没工作，然后就每天在家里，他每天就让我做家务嘛，然后我就是不喜欢做家务，我不做他就跟我吵。我每天做厨师都很累嘛，每天。我做完回家了都那么累了，一开门屋里面乱七八糟，一天到晚在家你什么都不干，你就做个家务你都做不了，那我有你和没你有什么区别呢？家务还要我自己做，那我还要你干嘛嘛？你看他每次都这样说，每次一吵架他就这样说，说我要你了干嘛？那我本来有一份挺好的工作的，收入也挺好的，还不是因为你我才来到上海的吗？你现在就跟我说这样的话，你要我了干嘛？你要我就留做家务的吗？那我不就说了这样一句话，我说什么了吗？上次也是就是跟他因为做家务吵了一架嘛，他呢随手抓什么东西都往我身上扔。你不能因为这个就动手打人吧？那时候我可气了，他冷不丁跟我来一句我要你留干嘛？他说什么话伤到人他都不知道。这样上一次我不是下班比较晚嘛，做兼职，然后我就让他来接我回家，然后晚上我害怕，他不但没来接我回家，还送别的女孩子回家。那女孩子她也是认识的，你又不是不认识，而且那天我是公司在聚会。那个女孩子她当时喝醉了嘛，然后就让我送她回去，我当时也答应了。难道那个聚会上就你一个男人吗？就你能送吗？那我当时不是觉得嘛，让你自己回去有点对不起你。我当天晚上不是带了你最喜欢吃的冰淇淋回去呢，可是一开门，你呢？你什么问都不问我，你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，还把我冰淇淋扔地下了。我当时气不过，跟他吵2句。他当时旁边有个热水壶，里面的是开水，刚烧开的，他拿着直接往我身上泼。我当时因为我根本压根躲也躲来不及了，当时右腿嘛，整个就被烫了，我当时动都动不了，现在还有好大一块疤，你知道那什么感觉吗？那我那时候不是，我也知道那时候挺冲动，但是我要是被一个男生大半夜的被送回来，你心里怎么想呀？那你再怎么样，你也不能做那么过分的事吧？而且我发现你不止你有暴力倾向，你喜欢打人，你家里面人喜欢打人，你哥也喜欢打人。打你了吗？你哥难道没打吗？上次就是因为定亲嘛，我父母跟他父母都说好了，第2天我们去送彩礼，可是第2天我们去呢，是他家没通知他哥，结果我们去了，把我们轰出来了。那我哥那时候他也不是为了我好吗？那他自己妹妹订婚，自己不知道，心里不挺难受？而且订婚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你凭什么就怪我自己家里人呢？没通知也是你家的错啊，你凭什么迁怒到我身上呢？我什么都没做错，我还向他哥道歉，请他哥吃的饭。你觉得你哥那样做，你是不是在我心里留下一道疤？那我跟你道歉了呀，你没事你就把这事拿出来说。你就是小心眼子。那以前我感觉吧，他可能对我一些暴力行为，也有可能是我自己也有一些问题嘛。但是我发现现在我自己没做错，他也像打习惯了一样，还来打我。然后像那个周末嘛，我想大家出去玩，小情侣出去玩不很正常嘛？可是他呢，就赖在家里面，死活不愿意动，哪里也不想去。
那我那天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我本来就想在家待着休息，是你非要拉我出去吧？我不愿意出去，你呢？你把我摔在地下，摁在地下，都不让我起来。我那是故意的吗？当时也是开玩笑的吧？你认为你是在开玩笑？那你知道你是一个男生，你力气有多大？我有多疼吗？他当时起来是什么呀？他起来抄起那旁边有那个凳子往我身上砸，当时砸得我趴在地上好半天才起来。我身上起来之后呢，你要是不动手，我能动手吗？我又不是真动手，我是跟你皮。你知道，就因为你的一个不开心，你知道在我身上留下多少条疤吗？而且不容易，不容易。而且我一而再再而三原谅你，我感觉是什么？是因为我觉得你虽然有暴力行为，我能改变你，而且我感觉你心里最起码有我。但是到后来，我感觉那天他不但打我，心里根本就没有我。哦，这事儿严重了啊！我那天在家歇班，是他的一个快递，我帮他签收的。我打开一看，是他的一个素描，发件人是他的以前追他的男同学。那我允许你打开我快递了吗？我不打开，谁让打开的？我不打开能知道吗？我一直以为你跟他断了联系呢，谁知道呢？谁知道情话都寄到家里来了？那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会给我寄这个东西啊！你不知道他哪来的地址啊？那不是因为我们班里有个群，然后当时同学说留下地址互相寄一下万圣节礼物嘛。你还群？那你跟他私聊的时候呢？你跟他私聊还用暗语？你跟我谈这么多，你也没用过暗语。不，你怎么知道私聊用暗语？什么样的暗语？我特好奇。哎呀，我怎么有这么一颗八卦的心呢？他当时就是我一登上去，他一发消息过来，他就发一个天长地久。我就莫名其妙天长地久。对，然后我就来句你有病吧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嘛。然后他就不理我了。那是因为他每次登我 QQ 不查我记录嘛，然后人家一找我聊天就很普通的聊天，他就骂人家不得不这样子呀。他明明知道你有男朋友，而且还订我婚了，他为什么一天找你那么多次？别着急，天长地久是什么暗号啊？天长地久全都没有。天长地久全都没有。如果街上全都没有，就对了。对，因为人家那时候被他骂的，人家受不了了。真厉害啊！他明明知道你有男朋友那么长时间，那为什么一天跟找你那么多次呢？就是她闺蜜一天都找不来那么多，她那个男的一天找那么多次。朋友之间聊天不是很正常，而且记录你都看到了呀。你看都用暗语，我还能看懂什么啊？那没用暗语之前呢？那你好意思说？你就是你每次都这样，他不但不讲理，而且强词夺理。你还是个暴力狂。你要是不怀疑我会这样吗？是你自己小心眼，是你老挑刺。我以前还感觉自信的认为我能，就是把你改变的越来越好的，可是发现我不但改变不了你，你反而变本加厉的我越来越被虐待。我真的受不了你。我问几个问题啊？最后那个亲到底定亲没定亲呢？定了，是因为我父母当时都不同意了，是我硬坚持下来的。现在是你不想跟他一起了，是吧？对。我跟他说过很多次，我就说不想跟他在一起了，我要退亲。但是他就一直来纠缠着我嘛，一直缠着我，所以我来到这边呢，也就是直接做个了的，你也不要缠着我，我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。那你凭什么跟我分手啊？那当初是你追的我，你现在要跟我分手，而且每一次吵架又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，是双方造成的，你凭什么跟我分手啊？好，姑娘，我问问啊，确实你每次跟他吵架都动手是吧？对，是他把我惹急了。行，你现在就坚决要分手是吗？对，我感觉他脾气是越来越暴了，我一天比一天受不了他。你舍得吗？有些东西该舍就得舍。就以后当你这个找了新的女朋友，看到你腿上那道疤的时候，你会怎么跟她讲呢？做厨师被烫的我不是做厨师吗？就说被烫的。这职业倒挺好的，那你胳膊上那个凳子挥起来那个疤，你怎么说呢？被我爸打的。被我爸打的。你都想好了哈。姑娘，你们俩不分不行啊！你都当他爸了，你看看，老师们，你们看怎么办？我们现场把女孩子的暴力弱化到了极致。如果今天换了一个5大3粗的男人说这些话，用开水烫，用板凳砸，我想我们所有人换来的不是笑声，就是因为是站着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所以这些事儿我们一笑了之。却忽视了家暴的严重性。你看，我刚才说家暴，后面还有人在笑。家暴，一个女人能怎么样把男人打伤呢？但其实女人的暴力和男人的暴力不是一样的吗？一个女人如果有家庭暴力，最多是2点：第一，缺乏教养；要么就是一直以来，她处于相处的上风位置，她始终认为自己应该是被仰视的，所以她才会动则骂，动则打。他今天站在这里这个样子，我们是远远想不到，当他用开水来烫他的时候，他用板凳来砸他的时候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母老虎的状态。我们肯定想不到，因为他现在此时此刻站在这儿是很文静，这种感觉只有男生知道。
瞧你那可怜样。如果今天从外形上来说，你一定是输了。首先从神情上你就输了。你看你满脸的憔悴，而他呢神采奕奕。他跟你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对吗？知道他哥哥为什么打你吗？因为他哥很霸道。除了他哥没有参加你们的定亲宴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你当初把他骗去了上海，明白吗？你们俩想过结婚办婚礼吗？想过领结婚证吗？想过。想过跟他以后一起过日子吗？想过。那为什么天长地久全都没有呢？你始终认为自己是被需要的，自己是被仰望的，所以你才有那样的闲工夫在网上和别人闲聊。你此时此刻的不愿意分手，确实是认为提出分手的不应该是你，因为一直以来你对我是仰望的，你无权说这些。所有的当初你在安徽找的好工作和你自愿到上海去，没有任何一人拿刀逼着你的脖子，是你自动自愿心甘情愿的付出。你也不必要以此让自己感觉到我好像下嫁，或者我自己受了任何委屈。我倒是觉得其实这个男生爱你比你爱他要多，即便他今天提出分手，是因为他不愿意面对现实，他不愿意相信你是曾经那样一个温婉的他，而你今天的不愿意分手绝不是为了爱他，恰恰是因为强词夺理。我认为你们之间的感情已经剩下没有几分了，打也打跑了几分，就这样。